我本是发疯文里的恶毒女配，结果一睁眼直接穿进了狗血霸总文，还无痛升级成了总裁老婆、豪门儿媳、5岁娃的亲妈。刚落地就遇恶毒婆婆，天不亮被叫醒，还被理所当然命令做早餐。我站在厨房里，脑子越来越清醒。既然都穿书了，那我还装什么贤妻良母？我直接打了8个鸡蛋，连鸡蛋壳一起剁碎扔进去，再胡乱加一堆粉粉末末、水水酱酱，最后搅出一盆颜色诡异、气味离谱的玩意儿，端到了婆婆面前。她看着那盆早饭，人都傻了，我却一把按住她后脑勺，把她往桌上怼，质问她为什么天不亮就要把我叫起来。我越说越激动，直接进入发疯模式，吼她知不知道我很脆弱，知不知道一句话就能击碎我最后一道防线。我一边尖叫一边扭曲，她一边发抖一边捂胸口，最后真差点被我吓出心脏病。她刚想给儿子打电话告状，我眼疾手快夺过手机，反手拨通120。既然要玩，那就先从这位恶婆婆开刀。婆婆被下进医院后，我书中的老公周石很快给我打来电话，语气冷得像冰碴子，只说了一句记得去接孩子。我挂了电话，脑子里只剩一个信息，我不仅穿书了，我还直接白捡了个儿子。到了幼儿园门口，小家伙远远就朝我跑过来，乖得我心都软了。我一高兴，直接带他去吃炸鸡，结果鸡腿刚到手，一个女的突然冲出来，一把抢走我儿子手里的炸鸡腿，满脸嫌弃地说我不该带周总的儿子吃这种垃圾食品。鸡腿掉地上那一刻，我脑子嗡一声就炸了，那可是鸡腿！我抬手就是一巴掌，把他打懵后，又拿可乐抱他头，拿薯条插他鼻孔，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打得他满地乱叫。最后还是保安来拉架，我才牵着儿子拎着剩下的炸鸡潇洒回家。到家后，周石正坐在沙发上，一听我接孩子接这么久，还带他吃炸鸡，立刻黑脸让我去做饭。我也不客气，围裙一系，又开始往锅里加那堆粉粉末末、水水酱酱，最后搞出一桌驼黄色的家乡特色菜。周石骂我不懂事，我直接当着他们的面狠狠干了一大口，还顺手掰开他的嘴，把那坨玩意儿硬灌进去。婆婆想拦，我直接手蘸玛莎拉往他脸上抹。既然这一家子都不正常，那我只能比他们更疯。自从那顿玛莎拉家宴之后，周石和他妈终于不敢再逼我做饭了。我每天窝在沙发上追甜宠剧，婆婆气得牙痒痒，最后只能逼着周石把我弄出去上班。巧了，我投的简历正好进了周石的公司，成了一个小职员。刚入职时，组长还想拿我当软柿子捏，让我给全组买咖啡、跑腿打印，午休时间继续做表。我表面点头，转头就拿他的照片去楼下咖啡机扫脸付款，让我垫钱打印，我直接把1块钱发票拍他脸上让他报销。折腾几次后，组长终于意识到我这人不是好惹的，于是见我就绕着走。结果周3开会时，我一抬头，居然看见了那天抢我儿子鸡腿的女人。她一副精英白领的模样，站在会议室里，瞬间把我那6块钱的炸鸡仇又勾起来了。我越想越气，干脆把本该发给所有人的会议纪要偷偷换成了同一句话：你有本事扔我鸡腿，你有本事赔钱啊！整整1页全是这句。开会的人一翻文件都懵了，而我只有一个念头：今天这个鸡腿的钱，他必须给我吐出来。因为会议纪要发疯事件，我很快就被提溜到了周石办公室。那个抢我鸡腿的女人正站在他旁边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一脸得意。我一张口还是那句话，他扔我鸡腿赔钱。周石一开始还觉得我有病，嫌我为了一个鸡腿闹成这样，可我根本不吃他那套，直接威胁他说不赔钱我就出去造谣他们搞办公室恋情。这一招果然有用，最后那个女人还是把炸鸡钱赔给我了，我也顺手打听到了她的名字，叫沈妖。周末的时候，婆婆非让我带着儿子去公司给周石送饭，我本来想拒绝，可转念一想，送就送，说不定还能吃到大瓜。于是我牵着儿子直奔总裁办公室，门都没敲，举起手机就开拍。门一推开，我果然没失望，沈妖整个上半身都快贴到周石背上了。门外跟着吃瓜的同事瞬间倒吸一口凉气。我一边录像一边笑嘻嘻把饭放桌上，当场嚎了一句：你私底下养3就算了，还让儿子看见。周石脸当场就黑了，同事们却已经在心里把瓜吃了3轮。从那天起，全公司都知道我是总裁夫人，大家开始孤立沈妖，转头来讨好我。我倒无所谓，谁 care 呢？我继续拿3800的工资，安安静静发我的疯。可这公司里的风向已经开始不一样了。那天晚上我刚洗完澡躺上床，结果一个又臭又沉的东西砰一下砸在我身上，我一闻就知道是喝醉的周石。那股劣质香水混着酒味和烟味的味道，简直像把酸菜缸子塞进了我鼻孔里。我当场冲进洗手间，抱着马桶干呕，边吐边骂他赶紧滚去洗澡。等我收拾完回来，灯一关，刚准备继续睡，黑暗里一双滚烫的手突然摸上了我的肚子，紧接着沉重的呼吸压了过来。他像是喝多了，又像是清醒着试探，想低头来亲我，可他嘴还没碰到我，我整个人已经条件反射地弹起来，一脚把他踹飞，再趁他没反应过来，扯着他胳膊把人拖出房间，反手关门，一气呵成。第二天一早，周石在客厅地板上醒来，光着上身，还感冒了。他黑着脸瞪我，像是想杀人，可话又说不出来。我坐在餐桌边喝牛奶，心情极好。恶人自有恶人磨，而我就是那个专门磨他的恶人。只不过我没想到，接下来公司里的一点风吹草动会把我和沈妖彻底撕破脸。
没过几天，公司里开始流言四起，说周石和沈妖才是当年情投意合的一对，是我横插一脚，靠手段上位。别人听了也许会憋着，但我是谁？我可是发疯文女配，我能让这口气过夜都算我输。我安安静静等了3天，发现周石压根儿没有替我澄清的意思，于是我决定自己动手。我先趁午休时间跑去沈妖工位，把他桌上的文件全扬了，打乱重叠乱塞，最后还装模作样给他码整齐。等他吃完饭回来，看到桌子那副鬼样子，立刻气疯了，冲过来就要打我。可他出手那一秒，我比他更快，我一边躲一边狠狠干他，扯他假睫毛，糊他口红，拽他头发，打得他当场崩溃尖叫。最后我们2个人双双进了局子，坐在调解室里，他哭得妆都花了，我却还能冲他做鬼脸。没过多久，周石赶来把我保了出去。临走前，我还特地回头冲沈妖咧咧咧，说我老公来接我了，没人来接他吧。他气得差点原地爆炸。回到家后，周石终于发火，说我天天惹事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本来还想怼回去，结果一提到儿子，他脸色就变了。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，我发现这个男人好像没有表面上那么绝情。公司刚消停，周石的白月光苏月瑶要回国，我预感准没好事。果然，他还没正式露面，沈妖就先跑来我面前耀武扬威，说正主一回来，我这个替身就该退位了。我抬手就是一巴掌，告诉他我不欺负畜生，不代表我不会打贱人。没多久，苏月瑶真的来了，她一出场就盯着我，眼神里全是火药味。下一秒，她故意来拉我手，我只是轻轻抽了一下，她就顺势摔出去，梨花带雨的开始演，说自己不是来跟我抢阿石的，让我别针对她。巧得很，周石就在这时候来了。一听他那茶味冲天的话，我瞬间悟了，反正锅都往我头上扣了，那我还客气什么？我直接冲上去，把他扯过来，就是一套上勾拳、下勾拳、扫堂腿、回旋踢加过肩摔，边打边说，既然他说是我做的，那我不做时多冤啊。最后他成功装晕，被人抬去医院。周石守了他一晚上，回来的时候神色复杂，而我已经提前把卧室门反锁，连床头柜都抵上了，因为我很清楚这个白月光只是开始，接下来真正的狗血还在后头。第二天一早到公司，我刚坐下就被周石叫进办公室，他开口第一句就把我听笑了。医生说苏月瑶摔坏了眼角膜，让我把眼角膜捐给他。我当场愣了2秒，随即反问他是不是脑子也摔坏了。他摔一下眼睛就让我捐眼角膜，那他要是摔到子宫，是不是还得让我把子宫摘给他？他皱着眉问我发什么疯，我反手就揪住他衣领，开始发疯式质问，说他和苏月瑶看雪看月亮，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，却从来没跟我有过这些。我越说越激动，直接一边尖叫一边乱笑，把办公室里的人全吓傻了。最后他实在受不了，竟然叫保安把我带出去。我没再跟他废话，直接打车去了医院。病房里，苏月瑶果然装得柔柔弱弱，眼睛还包着纱布。我二话不说冲过去，一把扯下他眼上的纱布，结果他眼睛转得比谁都利索。我一问，他还真承认自己就是想要我的眼角膜。好巧，我手里那支录音笔也正好录下了他这段发言。那一刻我终于确定这不是白月光，这是活体心机婊。既然他这么喜欢演，那我就陪他演到底。周末宅在家，我闲着无聊就开始网购零食、辣条、薯片、鸡爪，买得特别快乐。快递一到，我抱着一大麻袋刚进门，婆婆就开始阴阳怪气，说我只知道买，她儿子的钱全让我败光了。我听完没生气，反而特别温柔地笑了一下，说也有你的。她一听还有自己的东西，眼睛立刻亮了，连忙凑过来问我是什么。我慢条斯理地打开一个礼品袋，等她把脸伸过来的那一瞬间，我一把按住她脑袋，直接把她头摁进袋子里，顺嘴骂了一句老不死的东西。她整个人都懵了，随即开始在客厅里鬼哭狼嚎。偏偏这时候周石回来了，他立马扑过去告状，说我差点掐死他。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苏月瑶那绿茶也正好在，立刻假惺惺地帮我说话。结果他一句姐姐不是这样的人，还没说完，我抬手就是一巴掌。他张嘴再演，我又是一巴掌，连续几下打下来，他终于老实了。更绝的是，就在这时，医院突然打来电话，说他失血过多需要输血，而我是熊猫血。周石想都没想，张嘴就是一句抽他的，有多少抽多少。那一刻我是真的被气笑了，合着在他眼里我不是人，我是移动血库是吧？那我也不惯着了，直接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名，没血直接安葬吧。经历完抽血事件后，我在家翻东西时意外发现了几张金卡。原本我只是随手一查，结果一到银行才知道卡里加起来居然有几千万。我看着屏幕上的余额，整个人都精神了，当场一个念头冲上脑门，有这钱我还忍什么？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点了8个男模。那天我坐在沙发上，一边吃小奶狗未来的葡萄，一边摸冷面狼狗的腹肌，正享受的不行。周石突然杀上门，他看到那一屋子的男模，脸当场黑得像锅底，质问我是不是要绿他。我一点都不慌，还特别真诚地告诉他，这些只是野花，而他才是我的真爱。可他显然没被安慰到，黑着脸把我拽走，直接塞进车里。路上我还在嘴贫，他却突然抓起我的手，按到他腰上，低声说我也有。我当时都懵了，
怀疑他是不是脑子烧坏了。结果回到家，我洗完澡出来，发现他居然躺在我床上，还理直气壮说这也是他的床。我伸手去拽他，结果反被他一拉，整个人跌进他怀里。那一刻他的眼神特别烫，像是真的动了情，可我心里却只剩抗拒。我一把推开他，直接吼了一句滚。他站在床边沉默了很久，最后真的走了。可那一晚之后，我开始隐约觉得他对我的态度好像真的变了。年会那天，我挽着周石的胳膊出场，表面风光，实际心里烦得很。刚进会场，他就当众宣布苏月瑶是自己表妹，还要全力支持她进娱乐圈。全场人立刻围着他转，我则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狠狠干点心。没过一会儿，苏月瑶和沈妖果然一前一后找上门，假惺惺的来给我敬酒。他们一靠近，我就闻到一股阴谋味儿。于是趁他们转头那几秒，我迅速把酒杯调了个包，还顺手往沈妖的杯子里撒了点自带的料。喝完酒后，我故意装出头晕的样子，让他们把我扶去休息室。结果他们刚把我扔到床上，就开始得意的讨论，说今天一定要让我身败名裂，还说待会儿记者一闯进来，看到的就是我和别的男人同床。我躺在那儿差点笑出声。等他们转身那一秒，我猛地睁眼，反手一人一个手刀，直接把两个人敲晕，然后把他们摆成极其暧昧的姿势，再联系该来的人进门。20分钟后，记者冲进房间，看到的根本不是我身败名裂，而是他们俩自己演的热火朝天。这事儿一爆出来，热搜瞬间炸了。苏月瑶冲娱乐圈还没半天，就被全网围观自导自演。至于沈妖，基本算是社会性死亡。我坐在家里刷微博，心情别提多好了。谁让他们想先回我，那就别怪我给他们送一场更大的社死。苏月瑶和沈妖双双翻车后，公司总算安静了几天。可我没想到，真正让我头皮发麻的不是他们，而是我自己。那天晚上，我原本想找周石谈谈，结果刚走到书房门口，就听见他和助理在里面说话。助理说，最近监控显示，我经常半夜坐在客厅里对着空气说话，有时候还会哭，嘴里一直念叨不是我，我没有。我站在门外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更可怕的是，周石居然平静地回了一句，让医生再给我开点药。我脑子轰一下就空了，什么药，什么监控？他们嘴里那个精神状态不正常的我到底是谁？我推门的声音惊动了他们。周石出来时脸色有点变，反问我听到了多少。我还没来得及质问，只觉得眼前越来越模糊，耳边全是嗡鸣，心脏像被什么东西死死攥住。我想说话，却一句都说不出来。再接着，我只听见一阵混乱的喊声，有人在叫我名字，有人在喊医生抢救。我感觉自己像是掉进了一场很深很深的梦里，而那场梦终于把真正的真相推到了我面前。在梦里，我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黎季。他依偎在母亲怀里，满眼都是对爱情的幻想，傻傻地说自己非周石不嫁。可下一秒，画面就切到了酒店，原主被人算计，喝醉后被送进房间，而房间里的男人正是周石。他慌乱无措，又带着一点隐秘的欢喜。可第二天醒来，周石掐着他下巴，只问他是不是饥渴到要爬床。那不是我，可我却能清楚感受到他每一寸难堪。后来两家订婚，周家答应联姻，周石却在订婚宴上连面都不露。婚后，他从不碰她，也不给她周太太的体面。婆婆让她天不亮做饭，解雇佣人逼她打扫整栋别墅。坐月子时只给她喝白粥。更过分的是，苏月瑶回国后一次又一次在她面前横着走，最后甚至把她从楼梯上推下去。我就是在她被推下楼那一刻穿进来的。也就是说，在我发疯反击之前，真正的黎季早就已经被这群人折磨死了。她不是恋爱脑，也不是活该，她只是太爱了，太想抓住那点被认可的希望，才一步一步把自己困进了这个笼子里。看到这一切的时候，我心里第一次没有了发疯的畅快，只剩下很沉很沉的闷痛。我终于明白，我不是在霸总文里胡闹，我是在替一个已经死掉的女人，把她从前受过的委屈一点一点讨回来。再睁开眼的时候，我已经躺在病床上了。周石守在床边，见我醒来，居然第一句就告诉我这里是精神病院。我当场就炸了，质问他是不是脑子有病，我不过是晕倒一下，凭什么把我送到这里？他却出奇的平静，说我真的病了，需要治疗。我刚想下床逃走，腿却软得不行，整个人直接栽回去。他扶住我，把我重新抱回床上，然后说要给我讲个故事。他说做了个梦，我们的世界是霸总文，他爱白月光折磨我，我濒死时他才知爱我。我听得头皮发麻，因为他说的那些不正是这本霸总文原本的剧情吗？可最恶心的是，他居然红着眼眶告诉我，他现在已经觉醒了，知道自己爱我了，希望我原谅他，和他重新开始。我听完只想骂人，原谅？他拿什么原谅？原主都死了，他现在说爱，不觉得太晚了吗？所以我也不装了，直接告诉他，我根本不是原来的黎季，真正的黎季早在被苏月瑶推下楼的时候就已经死了，我只是魂穿进来的，我没资格替他原谅任何人，尤其是他。我本以为我把真相说出来之后，周石至少会震惊，结果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居然告诉我，原来的黎季没有死，他一直都在这具身体里。我当时整个人都愣住了，
他解释说，我所谓魂穿进来，其实更像是原主在极端痛苦下分裂出来的一个副人格，一个专门用来保护自己的会狠狠干回去的人格。我第一反应当然是不信，越想越觉得他说的不无道理。我虽不属于这世界，却能感受到原主残留的情绪，他对儿子的心疼，对周时的执念，对这个家的恐惧，那些都不像是我凭空捏造出来的。在心理医生的引导下，我慢慢闭上眼，去找那个真正的黎记。耳边的声音越来越远，意识却一点点沉了下去。在睁开眼时，我知道这次出来的人不再是那个发疯的我，而是这个身体原本的主人。而我也终于要面对一个真正残酷的结局。如果他回来了，那我还会存在吗？这次睁眼，我已经不再是那个习惯发疯、习惯狠狠干回去的我，而是真正的黎记。他刚醒来时还有些恍惚，可在看见儿子扑进怀里的那一刻，他眼里的泪一下就出来了。周时站在旁边，激动得几乎失态，一直重复着一句话，说太好了，他终于回来了。可我，或者说真正的黎记，并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感动。他只是很平静地问了一个问题：如果我回来了，那个保护我的人会不会消失？周时沉默片刻，说会，因为那个发疯的他，只是他在极度创伤下为了活下去而创造出来的人格。如今他回来了，对方自然就会消失。黎记眼神骤变，他不确定那是不是人格，只知对方真实存在，会替他痛、愤怒、回击伤害他的人。周时不愿再继续这个话题，只想带他回家，重新过一家三口的生活。可黎记只是轻轻抽回了手，平静地对他说了一句：我们离婚吧。那句话不重，却像刀一样落下去，因为他终于明白，自己想要的从来不是一个在失去后才醒悟的男人。他被伤透的那些年不可能靠一句我爱你就抹平，而那个替他活过一段时间的我，也终于走到了该退场的时候。如果说真正的黎记回来以后最震撼的人是谁，那一定是周时，因为直到这一刻，他才不得不彻底承认自己这些年到底做了什么。他开始回忆一切，从16岁时遇见苏月瑶，到被他那种白开水式纯洁打动，再到后来因为联姻被迫娶了黎记。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受害者，觉得原主设计他、爬他床、逼他结婚，所以他后来受的一切都是活该。可他忘了那天在酒店里，原主也是被人算计的。忘了婚后婆婆怎么苛待她，她明明看见，却一次次选择视而不见。忘了她怀着孩子的时候，她甚至亲口说过让她把孩子打掉，因为这个孩子生下来注定得不到父爱。也忘了最后那通求救电话，原主哭着说自己快死了，是苏月瑶把她推下去的，而她不但不信，还骂她恶毒。直到原主真的差点死掉，她才开始慌。发疯人格爆发后，她才发现自己早对黎记动了心，只是迟钝自负，不肯承认。可惜人不是后悔了就能重来，爱也不是你觉醒了对方就必须接受。周时终于看清自己活该，可真正付出代价的却不是他一个人。原主失去了人生，而我也快走到尽头了。当真正的黎记彻底醒来之后，我的意识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。很多时候我像被困在很远的地方，只能隔着一层雾看他，看周时，看儿子。说不难过是假的，因为我明明陪他们走过了最疯最乱的那一段，也狠狠替原主讨回了很多债。可到最后，我却连一句正式的告别都不一定说得出口。我开始频繁想起刚穿来的时候，想起我把恶婆婆吓出心脏病，狠狠干揍沈妖，胡周时一脸玛莎拉，还差点把这本狗血霸总文改成癫狂复仇文。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来撒野的，可现在回头看，我其实也不是毫无牵挂。我喜欢儿子扑过来喊妈妈的样子，也喜欢每次狠狠干完人之后那种替另一个女人出气的痛快。可我更清楚，我不属于这里。这个身体，这个家庭，这些未完成的人生，本来就不是我的。我只是原主绝望时炸出来的一团火，现在火烧完了，仇爆了，人也该散了。所以我没有埋怨谁，只是在意识越来越淡的时候，忍不住想，如果我真的不是人格，而是某个短暂闯进来替他活过一场的灵魂，那至少我没有白来，因为最起码我替他狠狠活过，也替他狠狠爱过。黎记提出离婚后，周时整个人都像被抽空了。他大概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变成被放弃的那一个。可这一次，黎记一点都不犹豫，他没有哭闹，也没有再像从前那样执着的想从他嘴里讨一句爱。因为真正经历过一次濒死，又看见另一个自己替自己狠狠干活过之后，他终于明白，原来一个人也可以不靠别人活得这么痛快。他对儿子的爱还在，对生活的期待也还在，但这些都不必再依附于周太太这个身份。他之所以答应离婚，不是赌气，不是欲擒故纵，而是终于看清了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不该继续。他在里面失去太多，失去尊严，失去健康，失去热爱，甚至差点失去命。现在他想把自己捡回来，而周时终于要为他的后知后觉买单。他以为自己做了一个梦，梦醒之后就能拥有重新来过的机会。可现实不是霸总文，现实里被伤透了的人不会因为你一句我爱你就回头，更不会因为你终于长嘴了就继续站在原地等你。
黎记走出医院那一天，外面的阳光特别亮。他没回头，因为他知道从今以后他不是谁的妻子，谁的儿媳，谁的附属品，他只是黎记。光这一点就已经值得他重新开始。如果这一切最后必须有个结尾，那我希望别人记住的不是我是个疯子，而是我真的狠狠保护过他。这个故事一开始，所有人都以为发疯是不正常，是失控，是一个女人终于被逼到扭曲的样子。可只有我知道，我那些疯不是无缘无故，那是原主被压抑太久之后，终于长出来的一层刺。我替她狠狠骂过恶婆婆，狠狠打过绿茶，狠狠收拾过那个自以为是的霸总，也狠狠替她守住了最后一点尊严。别人看见的是荒诞，是癫狂，是不讲章法的反击。可我看见的是一个女人在快被逼死的时候，终于学会对这个世界说不。如果我真的是人格，那我希望自己消失后，黎记能记得自己也曾这样不顾一切的活过。如果我不是人格，而是某个误闯进来的灵魂，那我也没什么遗憾。毕竟在这本离谱的霸总文里，我没有袖手旁观，我狠狠改过命，狠狠打过脸，也狠狠让那些伤害他的人全都付出了代价。至于周时，他爱不爱，后不后悔，都已经不重要了。真正重要的是，黎记终于能带着自己的名字好好活下去，而我如果真的存在过，那就够了。